到了2024年的12月18号，我们的 Edward 讲师已经来到线上，我们欢迎 Edward。Hello，大家好，你好。就你好，有这个 opportunity to share 一下那个 Warzone 的一些近况和世界近况。OK，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英文？他们叫做 Warzone Services，就是说我们将它翻译为世界通信组织咨询服务好了。这个服务太过广泛，所以我就查了一下，研究一下，这个资讯服务应该蛮贴切的一点。OK， 呀，好的。他们所提供的咨询服务总共有13个项目，暂时是13个项目。对，之前有开始12，然后13，然后14，然后又做一个又做一个整合，所以变成13。有一些就合并了和其他的在一起之类的都有。昨天暂时的是这13项目的咨询服务，大家有没有听过呢？举个手吧，有没有听过这个 WhatsApp Service 这一个特别的咨询服务？没有，就没有。Safe from Home。Safe from Harm，哦，OK，呀，Safe from Harm 是一个敏感课题，不是敏感的，就是说一定要遵从的一个项目，就每一个国家同性组织都要 comply 的一个项目了。OK，现在大多数都没有听过，我们就进去next slide 吧。我的 next slide，它不掉。OK，呀，我有点咳嗽，请大家见谅。呀，Water Services 它是一个 one stop shop 一站式的平台啦，就是说给那些呃各国的童军组织一个平台去支援他们这一类的项目。这几项项目是我们世界童军组织重点的一个提高各国童军的一个特别的项目。就真的就是在于是能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高质量的通讯活动和项目，所以它就是一个全球的顾问咨询一个项目。现在我们在 online 的平台，我们有700张的一些资讯和一些 resources 一些资料，可以供全世界各国童军的领袖去阅读，增加知识。而这一个社会城是2018年开办的，已经提供了977个任务，就是咨询任务，全球的各国统一组织都有向这个全国统一组织去申请这个项目，申请这个 support 这个管道的，就帮他们提高他们这几个项目的一些范围。全球总共88个会员国已经怎么说呢？已经呃享受了这个服务。这13项有哪一些？童军青少年活动、Good Governance 良好治理、Adult Intelligence 童军成人领袖、External Relations 对外关系、宣传与沟通 Communication Safe from Harm 勉励安全无害、Growth 成员增长与发展、Youth Engagement 青年参与、社会影响 Social Impact、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多样包容性、Global Support Access to 全球支持平度工具人道注意行动 Scouting and Military Action。Last but not least，美好世界框架 Better World Framework。你们刚才所说的，你们只听过一项叫做政府号，其他的呢？有没有听过 Adult Scouting 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范围啦。
可以看到这个 statistics 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公布的83%的这个88%会员已经享受这个服务。900多项的这个服务已经 support 或 deliver more than 700-800的那个一些 library quality resources。谁需要这个 Watson services 呢？你们觉得谁需要这个 Watson services？每一个的 每一个的 NSO 就是童军组织，如果他们需要去增加或者增长，或者是 improve 他们的一些童军的一些怎么说呢？那个 quality 啊，或者他们要将他们的童军带上另一个高峰，就是 great NSO 可以 become better more great。中等的 NSO average 的中等的 NSO 的童军组织，他们会 become great。那些不达标的 NSO， 他们经过这个服务的，他们可以 become on par or above average。So NSO who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youth program， 他们同济活动 policy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leadership training finance fundraising partnership governance， 他们的治理 communication resource 都可以寻求世界童军组织的这个13项服务，去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怎么说？提高他们的一些改良和加强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这个 Watson Services 的那个 Who and Why 没有，没有，理解。可以吗？理解吗 ？OK。Why and 需要这个 services，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广泛的支持与资源共享，为更多年轻人提供高质量的童军活动和项目，提升童军组织营运效率和能力，这是最重点。这3个重点，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国家级童军组织都需要参与这个活动，或者参与这个 request 这个 services， 所以他们可以提高或提升他们的童军的水准和水平。OK， 我们大致去看一下13项项目。Youth Program， 大家都知道 Youth Program 是我们的重心之重，所以一个高质量的童军的活动，童军的program， 对提高每一个青少年的那个什么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贡献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将这个 youth program 提高它的 high quality， 所以这个 high quality 呢也会帮助到我们的一些成员的成长，或者也是可以也是会帮助到 motivate 和 inspire 我们的 adult lead volunteer， 他们更加会积极去参与这个活动，去用这个 program 去帮助那些童军去成长他们的 life 和所以他们可以 become more developed and more global as a global active citizen。这个 services 他们会得到什么呢？他们得到的 support， 他们 NSO 怎么去改良，怎么去 review。Every 2 years or 3 years 在 review 做他的program， youth program 的青少年活动会跟这个世界的接轨，或者我们的不同年代的青少年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的童军活动 program 也要跟这个他们的思维思想做一个连接，做一个提升。那么呢，这青少年就不觉得我们童军活动会比较浮躁，或者是比较 outdated。Good governance 呢，如果你 NSO 去申请说要改了你的 Good governance，是很重要的，因为 Good governance
是怎么去对待这个 false image。在 scouting within the country，如果你的童军组织很懒散，你们那些家长去童军总会问一些问题，或者处理某些事情，他们得到的一个不友善的处理，或者是很慢的处理，或者他们有一些贪污啊之类的，都会造成整个童军组织一个败坏的现象。那么他们也不放心他们的小朋友参与童军活动，会good governance 是 very important，所以 poor weak governance process 会 make 这个福音组织很难去提升，很难去deliver 这个 high quality program，或者也是很难去保留那些 adult leaders，因为 adult leaders 看到很多贪污的时候，他们也觉得他们不想同流合污，他们也会退出这个组织，所以 good governance 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些 NSO 去提升他们 good governance，进一提升他们的执行能力和透明度，对他们的营利组织会比较容易让大众去接受。Ellen Scouting，大家都知道这个 backbone of the Scout movement，他们的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是会帮助到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在 experience scouting and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ir community，所以 adult scouting 的这个 training 和他们的知识很重要，所以他们要了解这个 adult scouting 的这个 life cycle with the good adult leader，他们才可以去 support 那个 quality of youth program。如果你的 adult volunteer 他们不会执行他们的一些 youth program，那么他的童军小朋友就会得不到正统的一个 program，他们就会久而久之就会离开这个组织，离开这个公益组织。对，adult scouting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External relation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要怎么去跟外界沟通 partnership， 去帮助我们童军组织去growth。我们要 cross over， 我们要跟其他一些志愿团体做一个结合，或要需要他们的一些 partnership 帮忙，或者一些来 air scouting 啊，我们要跟那些那个叫什么那个 airport 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行业可以做一个连接，看他们是可以帮忙我们童军认识一些airport 的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他们的 air scouting 的那些飞机师啊之类的，都可以提升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进一步的认识，也进而帮助到他们呃找到很多的一些新的心血去加入他们的行业，继续发展。Communication 沟通也是很重要的，怎么去跟家长沟通，怎么去跟大众沟通，怎么去跟政府沟通，怎么去发布消息、传播消息，给予童军组织正面的影响，都是在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个范围。就是如果国家童军组织需要 improve 他们的 communication， 不知道怎么去经营他们的 social media， 经营他们的 internet 网站，或者是做一些布告栏啊，或者公布的消息，或怎么去跟他们的同军的那些家长对话之类的，都是在这个 communication。是我们有官员那个顾问教导他们国家童军组织的领袖怎么去 improve 他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一块。safe for harm 也是另外关键，我们的童军活动都要在一个高度的 safe for harm 的环境里进行，所以我们要 make sure 的我们的 scouting， 我们小朋友、我们的大朋友、大人、小孩都在安全的地方进行活动。有没有大家有听说过菲律宾刚刚有一个很不好的坏消息，就是在于南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小镇，他们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地方性的一个大露营，刚好他们在搬运这个帐篷的时候，就碰到一些那个叫什么高压电，电缆的之类的，就是突发性的就有3位不幸的就去世了，这不11位到12位的他们还在留院中，这我们要 ensure 的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也不了解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出电，为什么会有那些暴露在外的一些电缆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会经过一些电缆之类的，我们也不清楚这个之类的东西。我们在于评估一个世界大陆露营区或者是某些活动的范围，我们要 make sure that 所有的一些危险性的都移除或者是降到最低，而且还要做很多一些briefing 啊这些都 make sure that 我们的大人小朋友都知道怎么去处理或者突发性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去避免这些问题，或者是尽量要避开。如果你发现到这种电缆的问题，要怎么去通报啊之类的东西。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reporter 有这个 reporter 听说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报章吧，很不幸，这个台湾的这个 news agency 他们错误报道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点，而这个 event 我们的亚太区大陆营还没有举办，它是明年12月2025年的时候才举办，在北部。他竟然报道说这个小区块的大陆营是这个33届的亚太区大陆营，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台湾的这个怎么讲新闻总编员和这个新闻的主编，他也没有去verify 这个 data source 这个 fact finding，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其他的报馆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报馆和几个香港的报馆也是照抄这个台湾的新闻，也这样子照照无误就是这样发布了，也是很奇怪，他们也没有去 verify 这个 facts， 他们是到那个台湾当局报道的新闻这个报道，如果你看那个菲律宾的 source， 他们是没有提到这个33届亚太区大陆营的一个 event， 那么他们怎么会将这个33大陆营这个冠名上去这个 news 呢？你们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志颖有 comment 吗？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介啊，这个就是就像您在讲的，我想我们要报道的时候要谨慎一点啦。对，不晓得这个是怎么回事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因为这个 source 你去看到的那菲律宾的 local 的 newspaper 是没有报道这个33，而台湾将这个报道泄出去的时候，就冠上33，也很奇怪。马来西亚的也一样照抄，香港也是一样照抄，就放上去。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对，这个是媒体人他们应该要去留意的事情。其实媒体真的有很大的责任，对。对呀，媒体的责任是很大，这个大错误的信息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童军的一些 image 啦。是没错。对。Anyway， 这个 safe harm 也是会影响到区域性的一些露营。就如果你们的家长听到了这个露营这么危险，会在这个暴露的电缆的环境下活动，那么他们会不会下一次台湾再主办一个小型的或者社区大露营？你的家长会不会放心他们小孩子去参加这个大露营呢？人数会大大的折扣了，你的位。可是我们不只是帮助自己，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安全，还是也会帮助到区域的一个
safe for harm 的这个 image 也是重要，在这方面。是，不过其实这样子的媒体的报道，我想其实那是媒体的事情了哈。就是反观，其实我们就是反而是那我们大家就是在营地的这个部分的维护的部分，有没有能力就是自我侦测，就是去确保环境的安全、用地的安全？大概我想这是童军人可以做的事情。对，思考的。这个就是国家童军组织要 ensure 每一个童军领袖在举办什么 event 的时候，都要 make sure 的这个 safe for harm 去处理，要怎么去处理这些 safe for harm？如果国家童军组织不怎么会去处理这个 training 啊，或者这个 awareness 啊，或者做一些报表啊，做一些 awareness program 啊之类的，都可以寻求这个世界童军组织的 consult 这个服务，去帮你们加强这一块。所以有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比较不熟悉啦，所以他们也会request 这个服务。或者是 consultant 在这一方面的比较专业嘛，他们就会跟他们的国家童军组织去商讨啊，去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怎么去提升他们的这方面的童军知识和大人的知识之类的都可以在这个方面这样。OK，我有一个疑问，那所以就是你这个国家要自己去申请这个 servers， 对，每个国家如果你需要，你们觉得每个这个服务的 request 是给予国家童军组织，就是说国家童军组织，你们比如说某某国家的国家童军组织觉得他们的一些信用号码有不足的地方，或者他们觉得他们 youth policy 啊有些不足的话，他的 youth program 啊已经很久没有去改进改良，他们也不懂怎么去改进，他们可以申请这个服务。所以这个国家要付费给 Watson 吗 Sorry, come again?？Do they need to pay Watson some money？ 这个是免费的。首先我们在讨论这一块。Next, growth in scouting，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服务，就是说有些国家他们的人员增长缓慢，所以他们可以申请这一块去帮助他们怎么去调整他们的人员的一些 strategy 啊，growth strategy 啊，怎么去加强他们的不同的一些人员呢，或者要发展社区这一块，或者要发展一些弱势群体这一块之类的，都可以去跟这个 growth 的这一块方面的专家去商讨怎么去改进他们的增长的这一块。Youth engagement 也是 youth engagement work very closely with 那个 youth program。这个 youth engagement 呢，就是要那个青少年多一点的一些那个叫什么 decision making， 参与这些政策上的一些改动，因为这个高丁 is a movement of young people， 是他们的世界，他们要去治理和策划他们要走的路，他们要参与什么 program， 他们要怎么去定位之类的，所以我们要在 adult 上方面，我们只是 support， 我们不是带领他们，是青少年带领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只是给一些 advice 之类的。所以就是要 aim for 比这个 youth leadership 的参与要比adult 方面要多。说这个方面的 service 就是要怎么去帮忙他们去改他们的 youth program。而将他的 decision making structure， 就是说他们的国家级的或者是他们的领袖级的，或者是那区块的那些决策人员，尽量让那个青少年去做多一点的这种参与和 decision making with in all the level itself。
social impact 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可以影响到 social impact， 就影响到周边的人啊，不是同居啊，怎么去他们的 teamwork 啊，怎么去做 leadership 啊，time management 啊，problem solving。very complicated，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social impact，要怎么去将它发扬光大这一个 social impact。然后是 inclusion， 就是怎么去增加我们的童军在这个 diversity 的 inclusion 的这一方面。所以我们的 program 要尽量要配合到所有的人员都可以参与，不管你是有男的女都可以参与，还有你是 handicap 的还是之类的一些特殊人员、特殊的都可以参加的，所以要去怎么去将这一块去发扬在这一块呀。Global Support Assessment Tool GSAT，这是一个自我怎么讲自我检讨的一个 tools 啊，就是说好像我们要做 audit 嘛，要怎么 audit， 要对着什么 KPI 啊，或者对什么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NSO 的 health check， 就是我们的 NSO 到底有什么漏洞啊，或者什么不好之处啊，这个就是一个 part， 怎么去解读我们的方针对不对，或者我们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呢？这个就是一个 part。就好像我们每个公司都有做到的 audit 嘛，找一些漏洞要去 improve，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项目。我们 Global Support Assessment 就有两种的检讨，一个是 self assessment 自我检讨，就是说他有给你一套的一个概目，自己去对着那概目去做一个 current state 的一个检讨，然后做自己检讨之后再做一个方针怎么 improve。第二个就是 Workshop Assessment。Workshop Assessment 就是说你 ready 去找一个 external party， 就是外围的人员来做一个去你的 NSO 里面做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检讨，去找出一些错漏的地方去 improve 它。现在的 version 已经到了 GSAT 3.0，听说台湾已经通过了 GSAT 3.0，I think 上几个月吧。One of the few 怎么 one of the few 首几位的参与这个最新版本的 GSAT 3.0的一个自我检讨，而且分数也蛮高的哦。你说，但是就是也有一些部分他会跟你讲说要求出，人就是国民组织的领袖们就要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想尽办法要去改善和改良，到下一次的3.0的 GSAT 的下一个季度的时候，就可以检讨这几个不足地方有没有突发，还是退步了，还是什么的，都可以去做一个 reflection。嗯，其实这个 GSAT 不只是现在的 GSAT 是 apply 在国家通讯组织啦，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国的通讯组织将这个 GSAT 下放到每一个同青团，或者每一个市区团，或者市区就是高雄市、台北市的同青组织，也做一个 GSAT 的一个检讨。我们的 GSAT 检讨，你就可以找到哪一些地方不足的地方，就可以加以改良和改善。所以这个 GSAT 不一定是要在国家级才可以做的一个 reflection， 下到去童军部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reflection 的，在这边。就是说下放到统计部的不需要做 word assessment， 只做 self assessment 就够了，因为自己评估自己嘛，在这边来看一看一下怎么去改进和改良。Go through 整个 GSAT 的话，你就可以找得到
我们中军的一些范围，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希望什么地方要进步之类的，都在这个 KPI 里面。所以空军的团也是可以把这个来做一个 self assessment，去看看你们到底哪个地方要去改良，和哪个地方已经很好了。对，这一块就是 scouting military action，我们 scouting 也进军这个人道主义这一块，就是要去一些水灾啊，帮忙他们的一些之类的东西，都在这个 scouting military action 的这一块。所以如果 NSO 要通过这个要进展这个 community action，也是可以找这个 consultant 来帮忙去怎么策划一些 project 的 program，可以这么 scouting scout 这些同学们去感受一下，服务一下这个 community action 这一块。Better Work Framework 就是讲那个 SDG 的，就是讲一些那些所有 SDG 的 scout 错啦之类的 program。So who are the consultants? 他们是 volunteer for all from different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他们有他们 specialized skills to serve 这个13个项目。我的头已经被斩掉了，在旁边看不到我。Okay, how can I become a virtual consultant? 我是 consultant，他是 recruited to Global Open Call，他们要 endorsement from 他们的 NSO，including civil harm check and attend all the necessary training applied to them. They will issue this certificate of attending the consultant training. Then they will issue the below certificate for 3 years term. Then there will be a revaluation after 3 years. If they pass the revaluation, they will be reappointed for another 3 years. Okay, 这就是这个3年 after that 就 revaluation， 他们认证是3年的，对，这种方式其中一项要通过的认证，从他们的 life cycle 都你看得到，他们 life cycle 就是 recruitment open call 的时候，你们去 apply，after that 成功被录取了，就是 go to 这个 induction training，after that 你 go to the accreditation 认证，after 认证的时候就可以执行任务 service delivery and during the service delivery within 3 years you also attend some supplementary training required. After that, end of 3 years or in the midterm, performance review, midterm review as well as end term review. Once you pass the review, then you will consider renew your next 3 years term. So what that the consultant do? So consultant would come in after the NSO request the Watson services based on different services they requested, and the right NSO right consultant will be assigned. Then they work with the NSO to ensure the meaningful change after the service has been completed. Consultant will carry out all the activity while working with the members organization, including bringing their sharing the outside perspective and developing policy program and change activities. 你看到我是咨询顾问，是为各国同民组织提供专业的资讯服务的专家，主要职责是帮助各国同居组织改进其营运项目和服务。具体来说，我是咨询顾问的服务包括提供专业资讯 （consulting work on） 青少年项目培训、领导力、治理结构、财政管理方面的专业建议，推动组织能力建设，
帮助他们提升他们营运效率的能力，确保更多年轻人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同济活动和项目。协助外部合作，顾问可以帮助同一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就他们要去找 partnership， 找资源啊，找钱财啊，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他们也是给一些建议。最后第4项就是培训与支持，顾问还会参与培训同军，提供资讯以支持他们发展的新项目，改进现有的项目。就是说你们 NSO 的不同的项目有一些类似要怎么去improve改良的，都可以require 这个 service 顾问就会帮助提供资讯，帮忙去改进现有的项目。刚才有伙伴所问的，这个是需不需要给钱的？不需要 ，free of charge。But 如果你需要到他飞去你的国家，你要出资这个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我那个 consultant， 就是你的飞机票和吃住要给予这个 consultant。如果这方面，如果同性组织自己本身组织没有这一笔款项呢，他们也是可以申请格外的资助，就是说可以跟 either the World Foundation 去申请这个贷款啊，或者申请这个 support fees 啊之类的，他们都可以帮忙去这个 Regional South Center 会帮忙 NSO 去 find possible solution to address 它的 financial needs，including explore 这几个 possible area resources。一些 regional 或者 global support， 他们都有一些资金在那边，所以你可以申请这些资金来资助这个 consulting 的这个 services。来 MOP 也是有这个 fund， 他们要做这个 MOP 的 project。如果 NSO 有资源的话，或者可以跟 available grant， 有些其他的一些 grant， 他们可以去apply for 这个 NSO under the World Foundation 的一个 funding。所以大致上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free of charge， 不过要支援这个 consultant 下去的各个费用啦，就是他的飞机票，他吃而住，要给予这个方面的支持。OK，some of the success story。这个 Angola Scout Association， 他们有 require 这个 services 去怎么做这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dopt 一个 software， 他们 software 去做这个 membership recruitment 的一个 software， 或者我们去做 member management。你这个 new system， 他们的人员 membership growth 增加了28%，在2022年的时候。So 他们的评语 support we received from the Warsaw consultant was crucial in build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our membership management approach。另外一个 Bolivia， 他们 request Warsaw 做一个 growth workshop， 给他们的领袖、地方领袖、团领袖，怎么去做一个 growth。他们的 workshop 叫做 The Magic of Growth，aim to equip scout leader with the tools to expand the reach of scouting to more young people。他们教导那些地方领袖，教导那些团领袖怎么策划红军的扩展的业务的一个怎么去增加人员这些红军的方案，给他们的意见，给他们怎么策划一些计划，说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同军团的同军们或者是领袖们。这个是我说的 Warsaw Online Resources。这个第一个 link https learn.scout.org， 你去这个 website，
你可以 login to 这个 website，你可以探访不同的童军的一些资讯的资料都在里面。And the some of the resources, and it's all the best practices, and some external resources from maybe Red Cross or Humanitarian Association or etc. So there's lots of things we can read and improve ourselves. Another thing, tree house, 树屋，我每次跟自己讲的这个树屋 tree house， 童军的树屋 ，virtual 的树屋，你上到这个爬上这个树屋，你会很多的资讯资料都可以去阅读啦，对，增加知识啦，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啊，新的资料都在里面，或者有什么一些布告栏，或者要新一轮的一些 World of 广招等的招募公告都在里面。对 ，OK， 有问题吗？所以这有点咳嗽，所以有点生病。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至于你来开始吧。我来开始。有什么特别的要怎么讲引导？没有什么领导，这边都是大家都比我还专业的。对。最主要是要给大家了解这个沃瑟口哨的它的出发点，他为什么有这个沃瑟口哨的这一票人在世界知名组织里面。OK， 好，他们又不会自动出发，要等那个每一个国家的 NSO 觉得他们需要帮忙，他们自己跳出来跟沃瑟说我要帮忙，我们才会去帮忙，我们不会下去啊，你要帮忙，一定要我们帮忙，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要 NSO 自愿自发说啊，我这有问题，我要帮忙，请派人来吧，这样子。但是出发点是在于各个的 NSO， 不过我们知道很多 NSO， 他们有些为了面子方面，他们也不会去申请这一个资源的资讯服务，有点可惜啦。理解。那请教一下，像以目前为止啊，这么多的服务项目里头，最大量的被需求的是什么项目？然后目前呢，就是以现阶段看起来整体呢，就是最会善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资源的国家，主要的分布是在哪些区域？我忘记第一个问题是哪一个服务，第二个问题的比较公开、比较开放、比较自愿、比较细心的去申请这个服务的，真的知道他们有很多的地方要 improve 的，大多数是欧洲、Europe 和 Africa。非洲和欧洲，他们的怎么讲呢？他们的申请这个服务蛮多的。亚洲区是最少的。我所说的面子问题啦。面子，有时候会不会是也没有去特地去了解到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项目呢？每一个的国家级领袖都知道这个服务，都知道这个服务，都知道这个服务的宗旨，都知道这个。这个你就是说，他第一次发行以来，到现在他经过了2个 World Conference。During the World Conference， 而且 during the Asia Pacific 或者每个 regional 的 conference 里面都有一个 topic。在讲解这个 World Services 的运用和好处。了解。那像现在，其实我想就是大家普遍都晓得，就是人口成长这个部分，似乎是还蛮多的，我就实际上应该是很多的区域都会有这样子想要渴望成长的这个部分嘛。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目前
就是我省那边接收到了，就是人口发展的这一块呢，就是在运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件数呢，大概有多少？然后就是在执行的成效这个部分如何？成效你可以看得到是蛮好的，在就是他们拿了这个服务，他们的成长都是加速成长，对。那像就是他们的，如果说他们的辅导的经验还蛮丰富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因为比较growth 的这方面，它不只是单是你的 growth 的 planning growth strategy，因为它 growth 其实是3项里面最头痛的就是 growth，这个 growth 是一块，其实它包括其他12块在里面。因为如果你要 growth 的话，你现在要笃定性的决定，要去探讨的是你的 youth program 有问题吗？youth program 里面多久了还没有去更换和更新？有没有一个机制去更换和更新？或者是这个 youth program， 比如说台湾来讲，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趋势说啊，国发级的童军，这报考童军从上30年来讲，掉了33成或者掉了2成，或者有增加的趋势？你们做一个统计，在这个方面，或者你们做统计说，他觉得啊这个 program 已经是很 outdated 了，有没有一个方针或者说一个方案去检讨一些program 有没有 这个 outdated 的部分趋势，是不是属于来去在？改良增加这块，这是 youth program 的范围里面，对，那它会影响到这个 growth 的很重要的一块。它也在 GSET 里的对涵盖巨社，项目对对对，巨中吗？社也是涵盖这呀，对，巨社也是涵盖到这一块，对，这些都是一个其中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具体的去研究。所以 growth 的影响的地方蛮大的，就是说要在这个 new program 这一方面着手去 stabilize，去改良improve。引进新的一些 policy 或者政策。第二点就是在于那个 adult scouting，如果你的 program 没问题，program 你3年都有一个规划去改良改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领袖们，团的领袖们足够的人员去支持这个 youth program，有没有 youth program 它在执行方面会不会说会懒散？会不会说SQ 的时候会很 perfect，或者 SQ 的时候如果由这个 A 领袖来跑这活动的时候，很多同学说啊不好玩的，人就是说他们慢慢就会跑掉，就是这个问题不在于 A 不在那个 program 嘛，是在 A 来执行嘛。到了 B 执行的话，哎，没问题啊，大家都很喜欢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他们就是 A 有问题咯。所以 A 问到底是哪里？是 A 它不足够的训练，还是 A 它的素质方面，还是某方面，我们都要去探讨这方面是哪里出了问题之类的。所以有互相的一个层次了。OK， 好，那所以 growth 是最辛苦好，这是一个感觉上是一个很需要持续滚动式的一个去检视的一个部分。好，就好像你讲的 growth， 如果你没有一个 good governance 那个治理，那个因台湾不是做一个治理的一个 workshop 咯，3个月吧。not sure 你有没有去参与这个APR 的 workshop 的 governance？ 就如果这 governance 的透明度不对，就是这 governance 不一定是在同性组织、国家级同性组织，同性团的 governance 也是一样的吗？如果同性团里面贪污的现象，或者有一些 leader 不照规矩来跑，或者他们类似的东西都不对的，或者整个没有一个治理的一个方案，他的团会烂掉。他团也会臭名远播的话，也是死啊。所以一样的 governance 这所有的 element， 所以说那个 GSET 不一定不只是在
国家级要做一个 GSAT， 其实我们是 encourage 每一个团都拿 GSAT 来做个评估，去看什么 error 要 improve 或者要怎么去改善改良。这每个团做到它的最基本的那个 minimum standard， 大家都有一个好的一个 quality 嘛。跟他们对外的时候，其他的公众看到，每个童军都不差的，人就不会影响到他们对童军的外观、童军整方面的一个 quality 或者它的 governance 的一个评估。就是如果一个小苹果烂掉了，其他苹果也会影响到。因都在这个就是说怎么去处理这个小苹果，烂的小苹果就是这样。没有声音。好，不好意思，那我们先谢谢 Edward， 然后我们先合影一下，那继续我们就是大家再来就是继续交流，好不好？好，各位伙伴，我们先把镜头打开。Edward， 我们那个我现在在开，我在找 stop。好，谢谢哦。我们关掉了吗？哦，有，成功了。你今天镜头没开耶？我现在在开。有要开吗？OK， 好哦。那好，3、2、1哦，3、2。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